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如果你最近有在关注科技股，或者正看着自己手中的电动车与自驾产业链资产思索未来的方向，心里是不是充满了震撼与矛盾的疑惑？我们天天都在听各家公司画大饼，说自驾计程车马上就要满街跑了，但它到底是实验室里的科幻故事，还是实体世界里已经全速发动的量产军备竞赛？摩根大通发布了其首份针对 Robotaxi 产业的重磅深度调研报告。小摩指出，这场自动驾驶世纪大肉搏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慢吞吞的路测与调试阶段，正式进入了量产肉搏与商业化大变现的深水区。从特斯拉在德州和休斯顿等多个据点疯狂囤车，产能全速全开，到 Waymo 州付费乘车冲上50万次，却面临远端操作的成本重压，自驾版图的洗牌速度快到让人窒息。今天我们带大家拆解小摩这份今天刚出炉的重磅报告，看清全球最聪明的资金在自驾大变局下最真实的博弈底牌。小摩指出，特斯拉已全速从 FSD 功能测试阶段转入 Cybercab 规模化量产期。我们通过实地与卫星图点检证实，在德州达拉斯及休斯顿等多个战略据点，特斯拉已大举集结生产完成车辆，代表自驾计程车产能正以超乎想象的流速狂飙。支撑量产信心的是端到端模型的急速进化。最新 FSD V1 4.3.4 版本在实际避障与超车平顺度上交出了强大的实质性改善数据。更让监管机构放心的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4月和5月2个月内，在全美仅登录了1起与特斯拉自驾相关的轻微事故。配合目前在中国发起的自驾研发大招聘，全球资金对于 FSD 在华获批并重塑为 Tesla Assist， 开辟全新亚太市场的预期正呈几何级数暴增。然而，在特斯拉产能狂飙的同时，身为目前市场领头羊的谷歌 Waymo， 却在交出亮丽成绩单的背后，承受着极其沉重的运营成本与人工过载加急。Waymo 目前在全美每周付费乘车次数虽高达50万次，并即将推出第6代傲海车型，通过精简镭射雷达将整车的资本成本砍半，降低了 50%。 虽然硬体大幅降本，但 CNN 最新调查指出，随着车队向复杂城市街区扩散，系统在面对复杂交通、临时改道等边角案例时，出错与停滞的频率成倍攀升。为了解决这些停滞， Waymo 实际上高度依赖后台远端操作员进行人工即时接管。这种严重的营运负担意味着系统并非100%的纯机器自主。当车队规模呈指数级扩张时，这种对远端操作员的刚性依赖将无情吞噬其硬体降本带来的利润，成为制约其估值重塑最沉重的枷锁。不过，在自驾霸权双雄争霸之外，全球最聪明的机构资金此时正将筹码分配到2大正在崛起的自驾黑马同盟中。第一个黑马是 Rivian 与 Uber 联手打造的5万辆 R2 帝国。Rivian 重申了其高确信度自驾路线图，计划在2026年实现有监督点对点自驾，2027年升级为无监督自驾，并从2028年开始在 Uber 平台上大举投放高达5万辆 R2 自驾计程车。华瑞认为，这项5万辆的合约绑定在实质上为 Rivian 锁定了极其宝贵的数据回馈与营收安全垫。第二个黑马则是凭借端到端模型快速崛起，以惊人流速抹平算力差距的中国造车新势力。小鹏汽车已成功量产具 Level 4自驾能力的 GX 平台，而理想汽车也宣布将在2026年第4季推出运算性能等同于特斯拉 FCD-V14 的全新自驾系统。这说明中国车企正利用庞大的本土路测数据和高效的软件迭代，快速逼近北美的技术天花板，让整条硬体与智慧座舱供应链迎来历史性的平价纯购。不过，未来仍有2大潜在挑战。首先是各国与地方政府对自动驾驶合规准入与法规收紧，若因边角案例引发安全争议导致 NHTSA 暂缓许可，将直接打断特斯拉 Cybercab 的量产节奏。其次是自驾晶片与光学组件的供应链吃紧，特别是3奈米先进制程晶片与高端光达、相机，若下半年贸易限制升级，将拉长车企的交付周期。
华瑞认为，这份报告用客观的德州囤车与 OJI 降本数据为我们梳理了最真实的自驾底牌。这非无序恐慌，而是一场由特斯拉 Cybercab 释放产能、Waymo 运营成本拉锯、Rivian 联手 Uber 防守，以及中国新势力快速补位主导的结构性重塑。华瑞认为，投资者在此时最需要的是冷静。我们不能只看每天名义股价的起落，而应将观测重心精确对准两个最底层的技术交锋硬指标。一是特斯拉接下来在德州与休斯顿等地的 Cybercab 实际交付与投入营运流速，这最能检验其车辆上调与 FSD 变现的含金量。二是 Waymo 第6代 OJI 并网后，远端操作员接管率与边角案例示派率的变动。掌握这两项高密度的实体硬指标，我们才能在宏观流动性拉锯中理清头绪，提前为资产找到最安全也最稳当的防御与避险路线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